大家晚上好。我们在说什么？有关西贝的沙雕口号，LGBTQ 惯用的示威口号是 "We are here, we are Queen"，翻译过来就是我们都在，我们是统，好吧？这个非法移民和原住民经常使用的口号是 "We are still here"，我们还在。哎呀，最近西贝又出了一个什么7岁的小朋友以为再也吃不到西贝了呢，对吧？其实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觉得自己做错过任何事情，对吧？他都是觉得别人在坑他，然后这个导致7岁的小朋友都吃不到西贝了啊，他一直是这样去想这个问题的。好久没沙发了，对，这次也没抢着吧？好，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节目啊。开始之前呢，先说一下吧。这周呢，因为马上就要开始放假了，我儿子已经开始放假了。那个，我儿子跟我太太已经出去玩耍了，所以明后天没有人在家剪片子。本人呢也准备趁机休息一下啊，稍微的可能会给自己偷懒放个假什么的。但是呢，我这个人放假大家是了解的啊，就是可能不定期的就跑出来直个播什么的啊，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吧。因为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想闲扯点什么啊，这个就没有办法。然后至于会员的话，有可能周末会找个时间去开个会员直播啥的。然后后面就是，下周一啊，下周一这个老范要过生日，哈哈9月29号过生日。到时候啊，有空的话跟大家直个播啥聊个天儿啊，一起闲聊一下，然后再往后就是十一假期。十一假期的时候呢，我也准备出去玩耍一下。玩耍呢，我肯定会拍视频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怎么说呢？拍完了视频以后，剪未必能剪得出来，因为我其实拍了好多无人机视频啊，还有很多的这个 Osmo 360啊，其他的一些视频，最后都沉睡在我的 NAS 里了，因为那种东西剪起来实在太痛苦啊。最近也是在考虑是不是要去买一些这个存储设备啊，因为我的Mac 是1T 的空间，现在还剩个200多G，不太够使了啊，特别是玩 Osmo 360这个空间实在是不够玩了。对吧？这个所以在考虑是不是整个硬盘盒啊，然后呢，整一个4T 的挂在外面啊，这个是最近的一些安排吧。然后本周有可能会有会员节目啊，还不确定，因为没有人剪片子嘛，所以这个就看情况吧，也没准会员节目咱就直接会员直个播啥的啊，也是可以的。好啊，这个有个40来人了，我们准备开始讲今天的故事啊。我的故事，我的稿呢？糟了，稿还没有准备好啊，开个玩笑。稿呢肯定是已经写了啊，只是需要倒腾一下，让我去导入这里。今天呢，准备讲一下阿里的事情。阿里到底是不是中国的 AI 之光呢？对吧？但是我们尽量不去讲一些细节吧，说哎呀，这个模型怎么好，评分怎么高，这种东西呢，有的是世人讲啊，而且讲阿里这种东西呢，也稍微有一点点尬吹，因为阿里的好多模型呢，属于是能用，但是呢，你说它到底有多好呢？即使在国内，它其实也排不到第一梯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真的能用，而且，各种的赛道给你占满，真的是全占啊！这个到他这儿是，特别特别这个，叫什么呢？就是非常这个贴切的一个说法，就是全占啊！我全都有。好，稿子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开始今天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阿里到底是不是中国的 AI 之光所在呢？这几天啊，正在开阿里的云栖大会啊，
它呢，杭州有一个小镇，就中间杭州其实有好多地方是跟这种湿地有关的啊，像西溪湿地啊什么这样的地方啊，它其实云栖小镇我忘了是不是在西溪湿地里头了啊？这个反正每年会在这边去开这种云栖大会，9月24号到9月26号开。这一次的口号呢叫"云质一体，碳硅共生"啊，这个提的口号很神奇。当然最神奇的还不在这儿啊，咱们待会儿往后看，神奇在什么地方？4万平米的展厅，500多家企业参与，6万多人到现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会啊，本人就没有去凑热闹了啊，就坐在这里看看大家的报道，然后试用一下新产品，然后跟大家去聊个天侃个山就可以了那么还宣布了什么呢？与英伟达合作啊，做物理 AI。现在呢，谁也不敢宣布说与英伟达合作买人家的这个 RTX 6000什么这种东西，谁也不敢说了啊。现在只能说，哎，我们做一个别的合作吧。什么是物理 AI 呢？就是做机器人相关的 AI 啊，做机器人的仿真训练、量化强化学习和仿真测试，做这玩意儿的这个英伟达在这块也确实是很强，阿里呢也会去投资很多的这种机器人公司所以这个宣布了以后也是一个重大利好而且呢，阿里现在绝对是全世界开源 AI 领域的扛把子，对吧？原来最早的扛把子是梅塔出了 Llama， 出了这么多模型以后，现在阿里接过了这一面大旗，对吧？阿里开源的模型这个在 Hugging Face 上基本上是站到最前面的一批了然后阿里的各种各样的开源模型下载也不是多少亿次，应该是最高峰。然后以阿里开源模型为基础，再微调出来的其他的各种模型有几万个现在基本上属于事实标准的一个状态。所以只要说开源的这个大模型，大概率是拿阿里通义千问的这个模型去调出来的。那这点呢，其实也很这个符合阿里的调性，就阿里的这些模型都属于能用，但是呢又不太出彩的那么一个状态。所以呢，你拿它的模型去做各种调试呢，或者各种微调，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它没有那种很强的这种个性或者很强的这种能力，对吧？但是它的什么指令依存度它的很多的这种逻辑推理能力这块都是达标的这个还是一个很好的底座。然后这一次呢，提了一个新词叫 ASI 从这个词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中美两国 AI 发展的完全不同路径是原来美国都在玩 AGI 就叫通用人工智能，对吧？这个东西发展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达到跟人差不多的能力了就是人能干的事它都能干。那阿里玩的 ASI 是什么呢？叫超越人工智能这个就不用通用了，我们要超过人类。对吧？而且呢，是要可以自己迭代就是自己去找知识学习，自己迭代，自己升级，要快速超越人类。那你说这里头跟中美两国的 AI 战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个很多人呢一讲到中国 AI 战略呢，都会想到一个问题，说哎呀，说中国的这个有知识管控或者内容管控对吧？你输入进去的东西是不是这个需要管控一下？输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要过滤一下？对吧？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事儿呢，正好跟大家想的是反的不是说中国什么都不管中国也管，中国而且管的比美国严。但是呢，这个在做各种实验上，在做各种测试上，在做科技的发展上，中国人是百无禁忌的什么对不对齐是不是这个 AI 作恶对社会、对环境、对人类有什么危害我们先赢了再说其他的不管了，对吧？这个是咱们中国玩的最奇葩的地方。而美国人呢，是一帮的，你可以认为他们是一帮左派在这儿搞这个 AI，都在这儿想，哎呀，我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样的我要对人类怎么样，对吧 ？Anthropic 这个词就是人类的意思，对吧？我要对人类负个责任什么？我要去开发宪法 AI，我要去做这些东西。所以呢，他们是一帮捆住手脚的人，而中国呢？其实我们是一帮右派或者说是一帮这个怎么说呢？现实主义者咱们上来了以后，只要能行就行只要能赢就行，其他的都不介意等我赢了以后，我们再说后边治理的事情，对吧？这个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区别。所以美国人玩 AGI，
你别超过人类啊，你跟人类差不多啊，你也不要给人类造成什么伤害。中国人就玩 ASI，人在哪儿呢？没看着啊，我们冲啊，对吧？这个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别啊。但是，以中国现在这套 ASI 的玩法呢，我觉得可能会更有市场啊，因为为什么？就是做 AI 这个事情都是要在大厂、大公司里边控制去做的，而大厂、大公司的这些人呢，包括国家的这些领导人或者说这些既得利益者，所有的社会规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无效的，对吧？他为什么要去考虑社会规则？为什么要去考虑是不是有人受到伤害？他才不管这玩意儿呢。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拿到中国这种百无禁忌的模型，再去处理才是他们真正需要干的事情，对吧？然后至于说管理啊、什么过滤啊，那么我要用一个完全没人管的模型去管这些有人管的模型，对吧？这个是特别是很多这个权力很大的政府他们所思考的问题，对吧？就像咱们禁摩一样，对吧？警察说我要骑摩托车啊，警察都骑着摩托车呢，为啥？摩托车方便，但是呢，我不允许普通人骑摩托车，对吧？所以呢，中国人就会搞这种，我们把警察的摩托车做得很大啊，非常非常巨大，开得飞快，然后能力很强啊，但是普通人啊，你们压根不许骑啊，这个是中国这样的国家真正的玩法啊，这个跟美国他们是有很大差异的啊，就通过这一个词上面的一个字母，大家就知道大家的这个两国的路径有多么大的区别，而甭管是一带一路啊，还是其他的这种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想要去搞什么主权 AI 呀，想要去搞一个听这个政府话的这种 AI 啊，他们绝对不会说找这种心慈手软的啊，这个说我本身就已经下了10道锁的这种 AI 来去替政府服务，绝对不是这样的，对吧？前两天不还传吗？说美国一个飞行员为了拒绝在这个向这个以色列运军火啊，直接给抓起来了，对吧？那你说军队真正要的什么？军队要的就是执行命令，对吧？我不需要你有善良，我不需要你有人性，我不需要你任何东西，我就需要你执行命令，对吧？这个咱们也是这样去要求的，所以 AI 也是这样啊，就是政府都是希望 AI 啊，甭管我说什么，你都去干去啊，不要自己去判断这事儿对不对啊。所以在这块啊，中国也许会胜出啊。讲远了这个阿里云栖大会开的时候，股市是买单的啊，这个别人认不认咱们不管啊，看看股市的情况，港股涨了9%，美股涨了7%啊，因为它是港股跟美股同时上市的公司，而且木头姐啊直接出来喊大家上车了，对吧？说来赶快上车啊，咱们去买阿里啊，对吧？木头姐啊，这个是她叫 Casey Wood 吧，好像是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哈，是方舟基金的这个管理人啊，他就出来喊啊，说咱们去买呀，但是注意啊，这种方舟基金这样的这个机构呢，他是不能上来说你们都买啊，然后再去搞其他的，他一定是真金白银，他自己先买了然后呢，也不能说我买了以后喊大家来上车，这事儿是违法的。他是什么情况呢？他首先他买了多少呢？两只基金一共买了1630万美金的这个股票。算是方舟基金的一个比较中等规模的操作啊，不是这种微操中等规模操作。而且美国是有规定啊，就这种基金重大操作必须要公开啊，它要公示的。所以呢木头姐就趁死公示了，哎，看我买这些东西了，对吧？买完了以后，这个还要跟大家讲一讲，说我为什么买啊，我为什么觉得这事儿行啊，对吧？他也得去募资嘛所以这个过程是按照美国的这个法律规定它是一个正常的披露，然后正常的去回答各种记者问题然后去告诉大家我为什么去干这个事儿。木头姐呢是2021年清仓了把阿里整个清仓掉了，清仓完了以后，现在重新上车，然后跟大家解释说我觉得是重新上车的时候了，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价值模型呢？对吧？这个里头它首先讲的是 PE 就这帮做金融的人先去看 PE， 对吧 ？PE 呢就是你的市值跟你的利润之间的比数这个差异到底是多少倍？然后阿里现在是多少？20倍。那20倍这事儿高还是低呢？对吧？你光告诉你一个数，这事儿是没法比较的。在电商里头算高的电商里不能看亚马逊待会儿咱们再讲为什么。亚马逊在下一波看，京东的这个 PE 大概是10倍上下，经常就是个位数，所以京东的 PE 是非常低的京东的什么人效比也是极差的，好几10万人你咋人效比，对
对吧？然后拼多多的这个 PE 是13倍，所以在这里看呢，阿里20倍其实是挺高的了啊。那么在云计算里头，阿里算低的，谷歌也就是 Alphabet 26倍，亚马逊32倍。你看亚马逊其实跟阿里很像，一边是有电商业务，另外一边的话是有巨大的这种云计算业务 AWS 业务嘛，它32倍。微软呢37倍 ，Oracle 呢是67倍，对吧？海外一讲三朵云，谷歌、亚马逊和微软，还没有 Oracle 什么事啊 ？Oracle 后来的，对吧 ？Oracle 67倍，这个也没办法，因为这个现在 TikTok 的案子落地了以后，那还得涨啊，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对吧？这个咱们前头已经跟大家喊过几次了，上个礼拜也喊过，说这个还有机会，不知道有没有人上车啊？所以这个 Oracle 现在是绝对是往前冲的一个位置。所以呢，阿里的这个整个的 PE 在电商里边算是偏高的，在云计算跟 AI 里边，它的估值是偏低的啊，它是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木头姐说，哎，我觉得这个位置很好啊，我要冲上来去搞一下。这个再往后，这个 AI 资本支出啊，这个是大家都在玩的事情，对吧？黄仁勋跟 OpenAI 山姆奥特曼在这玩的很开心，山姆奥特曼跟这个 Oracle 的这个谁，这个埃里森啊也玩的很开心，对吧？大家都是说我这一笔钱左口袋揣右口袋啊，这折腾的很开心，对吧？阿里也在讲啊，我3800亿人民币啊，人家没法讲美金嘛，3800亿人民币也是个几百亿美金吧，应该是个500-600亿美金，500多亿美金的样子吧。要追加资本支出啊 ，AI 基础设施建设，我们要再去建这个东西，对吧？搞这样的一套东西，说，哎，这个是符合主旋律的啊，我们要去买。还有什么呢？就是阿里真正比其他人都强的地方是哪儿？就是它的 AI 的产品线特别全，它真的叫全站 AI 云平台，就跟咱们讲全站工程师的就跟咱们讲全站工程师似的啊。这个怎么叫全站？云服务有啊，然后大模型自己有，而且很强，对吧？然后投资了大量的 AI 初创企业，然后整个的 AI 的 AI agent 什么 AI 编程什么全都有。然后更强的是在哪儿？它还有自己的用户场景，对吧？它有电商啊，对吧？还有自己的巨大的用户群和这个日常的交易数据在这儿，所以这个是真正它强的地方，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讲 OpenAI。OpenAI 其实它是没有用户场景和这个初始用户的，这些玩意儿都是它后攒的。Anthropic 也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对吧？都是后攒的。而这个像谷歌、微软，这个包括像今天咱们去讲的，亚马逊啊，还有这个阿里，这都是天生有这个应用场景的，对吧？而且有固有的流量，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它有独特的数据。木头姐曾经讲过，说她为什么看好 XAI 她说原因很简单，XAI 有 X 上面的特有的数据，而且 XAI 还有可能会获得特斯拉的数据和这个脑机接口的数据以及 SpaceX 的数据，所以呢，它有独特的数据源所以她非常非常看好这些东西这就是它的逻辑就是我们经常会去分析一个人的投资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吧？你知道他的投资逻辑，你就觉得，哎，这个逻辑是不是可以去思考或者说可以去经得起推敲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木头姐讲的这些跟这个阿里相关的这种投资逻辑，还是在我的逻辑认知范围之内的吧，就基本上是认可的当然了，跟英伟达合作这个事儿，就是你怎么都要上去蹭一下嘛。你说这个，我就跟英伟达老死不相往来了。这个，除非苹果苹果是经常干这种事儿，我就不理英伟达了，我就自己玩自己的了。你可以其他都没戏都是要去跟英伟达好好的贴的所以这有这么多原因，这个叫谁呢？木头姐说我要去投资它了。那么深层次的账怎么算呢？刚才咱们讲的这些呢，都属于金融行业的人，对吧？他们去算的这种 PE 的账或者是估值模型的账都是算这玩意儿。深层次的呢，就是咱们要去讲一些像我们这种早期投资人去看的东西，就是它的业务逻辑是对不对的那么比较一下阿里的竞争对手吧。没上市的公司呢，咱不参加比较比如说 OpenAI、Anthropic、XAI、字节跳动这些呢，咱就不去跟这种上市公司比较了咱们就去比这些上市公司比如说英伟达，这不在一个赛道上，对吧？这个英伟达没什么可比的。
对吧？英伟达应该是跟 AMD、博通、ARM 和英特尔去比较啊，英特尔是不是股价又要涨了？因为董王说以后在美国上的这些算力中心或者上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1:1的使用美国本土芯片啊，美国的芯片一颗，你可以在外边再买一颗这个进口芯片，对吧？比如说英伟达从这个台湾买一颗这个叫做什么来着 B300啊，然后呢，你再去从英特尔买一支这个本土的美国生产的芯片凑在一起啊，就不用交税了。如果这个海外的芯片超过一定比例以后，征100%的关税啊，董王最近又在拍脑袋干这种事情了。我跟大家看一个人在那讲说，董王这个就是他上了车以后真给你吆喝啊，一旦他成为股东了，他上了车了，他就真的会很努力的把这个股价给你拉起来啊，这个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投资人最喜欢的创始人就是这样，对吧？他真的是让投资人去赚钱的这些人啊，这个董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英伟达没什么好比的啊，下一个微软，微软我们比较一下啊，它呢投资了 OpenAI，云计算算力投入这一块呢，它第一啊，它花的钱最多，然后自己的模型像屎一样啊，微软其实自己也有模型，但是实在是不好使，所以微软全面在使用 OpenAI 的模型。微软的用户场景丰富啊，用户量巨大，它有 Windows，有 Office，有 IE，有 Bing，Bing 虽然差一点吧，但还算是有吧，它的用户场景还是很丰富的啊。这就是微软的情况。咱们看一下，这个阿里对吧？阿里呢投资了一大堆的这个 AI 企业啊，只要是国内的 AI 的大模型公司，基本上它全投了，对吧？它虽然国内没有这个 OpenAI，对吧？但是它把能投的基本上都投了，像什么 Moonshot 呀、什么01万物啊、智谱啊，什么就没有一个它不投的，Minimax 全都投了。投完了以后，通通都上它那儿去使用它的这个算力去，对吧？这个是不是跟微软就很像？云计算方面啊，在国内的这个谁呢？阿里云算是最大的啊，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所以跟微软能够对标上没毛病。但是有一点它要比微软强，就是微软的模型像屎一样，而这个谁呢？阿里的模型真的是还可以用啊，不算最好用的，但真的是可以用啊。这个特别是千问三啊，几个200多B的模型，235B的这几个模型还是非常非常好用的。用户场景也很丰富啊，虽然它没有 Windows 没有 Office，但是它有这个淘天啊，这个淘宝和天猫啊，还有这个各种的什么这个旅游啊什么，它还有这个其实它下边是有这个新浪微博啊，还有这个像这个什么优酷啊，等于有一大堆这样的这种内容项的也都有，然后再加上出海的东西，所以它用户场景很丰富，是吧？用户量也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在这点上呢，它基本上完全可以对标微软，只是它的这个什么呢？因为从中国起家的，所以规模上要比微软稍微小那么一点点，对吧？你看对标上没毛病吧？下一个跟谁比？跟谷歌比。谷歌呢是自己的模型很强大，对吧？Gemini 啊非常非常强，据说10月份我们能看到 Gemini 3了啊，说这个模型强的一塌糊涂，完全强到没朋友了啊，很期待。然后投资了 Anthropic，对吧？这个它其实谷歌也投了好多这样的乱七八糟公司啊，就是这种 AI 公司。云计算方面，算力投入巨大，谷歌是一直在那投，但是现在它已经不行了啊。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谷歌的服务器就比较早几年，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谷歌的服务器是占全球服务器的6%还是7%啊？那个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啊，现在应该轮不上了啊。然后谷歌呢自己的用户场景也很丰富啊，它有谷歌的搜索，有谷歌的 Workspace，实际上就类似于这个 Office 这样的东西啊，还有 Gmail 啊，然后再加上安卓手机，对吧？所以它的用户场景也非常非常丰富，包括我们现在在 YouTube 上聊天啊，这个也是谷歌的场景，用户量巨大，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么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阿里跟它也是有得一比啊，对吧？它的云计算很强啊，这个自己的模型也很强，投资了一堆东西啊。而且谷歌呢有一点没有阿里强是什么？谷歌的模型大部分是闭源的啊，它开源的模型其实是没什么影响力的。它的开源模型叫 Gemma 啊，GEMMA，在这块呢比这个千问的这个模型差的非常非常远。而且呢，Gemma 模型是只有小模型，没有大模型啊，它的模型都非常非常小，就是为了让你在 PC 上、让你在手机上用的。
而像千问的模型是从大到小，从235B 一直到0.6B，各个层级都有啊。你说你有多大硬件，咱得给你跑多大模型都可以跑起来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谷歌还是就从技术的完整度上吧，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小欠缺啊。再往后一个是亚马逊啊，亚马逊呢，这个是真的跟阿里很像啊，它呢也是投资了 Anthropic，自己的模型那真的是乏善可陈。亚马逊据说自己也是有模型的啊，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云计算绝对的王者啊，全球的王者就是亚马逊了，对吧 ？AI 算力投入呢也有，但并不是那么突出，对吧？电商的用户场景和这个用户量都非常非常好啊，这块跟阿里很像。Oracle 呢，这个数据库是老炮了啊，自己没有模型啊，Oracle 自己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模型。现在呢，跟 OpenAI 眉来眼去的，算力投入巨大，但是我觉得 Oracle 未来的故事，OpenAI 这个呢，只能算是一个故事，但是真正能看的应该是 TikTok 啊，当然以后大家咱们再去一步一步看这个事情。阿里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中国云计算王者，这个没什么问题，自己的模型，算不上顶尖，但绝对能用啊。开源大模型的王者，全球云计算生态的有力竞争者，它在全世界算力中心啊！你不要老讲说，哎呀，阿里买不到这个，这个英伟达最新的芯片吧？它可以不在中国买啊，对吧？它在中东，在什么迪拜什么这些地方都建的有算力中心，你在那儿买不就完事了吗？对吧？所以它是不缺这些东西的啊。中国的所有 AI 大模型公司基本上都投遍了，用户场景丰富，用户量巨大，所以呢。这个阿里的情况跟上边的谁最像？跟亚马逊最像，但是比亚马逊还要强一点，对吧？因为还有自己的大模型啊，这个而且模型很强。那这一次都发布了点什么呢？对吧？云7大会都发布了点什么？首先发大模型啊，一堆的大模型就跟下饺子一样扔出来啊。第一个叫千问3 Max 啊，这个是一个不开源的模型啊，除了这个之外，剩下的模型都是开源的啊。为什么它不开源？1万亿参数，你开了源谁布啊？谁也布不了这东西，对吧？一般这个几百亿啊，不是就是几千亿的这种参数，比如说235B，实际上就是2350亿 B 的这种2350亿的参数的模型，还是可以去布一布的啊。像这个 DeepSeek 是671 B啊，6710亿的这种参数的模型还是可以用啊。上万亿的模型一般就没法去开源了啊，你开了以后也没什么意义，对吧？这个模型呢，我其实这2天也试了一下啊，这个能用啊，就是阿里的模型基本上就是能用，然后呢，依存度很高啊，就是你给它各种指令啊，它会老老实实给你做完。生成的质量呢，就属于真的是能用的状态啊。然后它对于 AI agent 呀，对于各种的工具调用这块非常非常强，因为它的指令依存度高嘛。它就可以规划一个很好的路径，把所有的这个指令都调用回来啊，这个是做的很好的一个模型。然后下一个开源的是什么呢？叫千问3，应该叫 Omni 吧，OMNI 啊这样的一个模型。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啊？大家还记得 GPT-4O 这个模型吗？那个 O 实际上就是这个单词，对吧？实际上就是全能的啊，它是全模态语模型啊，就是我支持这个视频啊，支持音频，然后呢，输出呢也是直接可以文字输出，可以语音输出，啊，就有点像 GPT-4O，或者说那种叫 real time 的那种模型，我直接可以拿着个手机打电话，然后拿着手机一边拍视频一边跟人聊天啊，一边跟大模型聊天啊，这个东西就干这个使了。啊，而且呢，超多语种的支持，当然支持10几20种语言，啊，都是可以这边实时的跟他聊，那边实时的出，所以拿这个东西出去找人去聊天当翻译都是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可以拍着视频说，你看我这个视频里这个风景应该怎么描述一下我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让我拿在手里了，他都会马上给你去进行推理，而且端到端推理，不是说我先把视频识别出来，然后再去走这个大语言模型直接端到端就开干了。这个模型呢也不大，30B MOE 的模型这个300亿参数，这种模型呢在电脑上都是可以跑的，还专门为苹果做了优化就是在 Mac 上可以跑，但是30B 模型在手机上是跑不起来的这个是稍微有点费劲的。其实我们甭管用豆包也好，还是用这个叫做什么也好，用这个 ChatGPT 也好，我们做这种4O 的这种或者叫实时对话模型，都是用云端的东西没有在本地计算的所以呢，这个千问3的这个欧米就是干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这个还是很有惊喜的一个产品。
再往后呢是千问三 Image Edit 2509啊，千问三 Image Edit 其实原来就有这个模型，但是呢它又重新升级了一遍啊，因为原来它的千问三 Image Edit 呢只能上一张图片啊，你给了一张图片，要求它做各种修改是 OK 的。现在的话，这个 Nano Banana 出来了以后说，哦，原来还可以这么玩，我可以上3、4张图片把它拼在一起，对吧？实际上就是拿3、4张图片去进行视频推理啊，或者叫视觉推理，然后呢再把它们挨个抠出来了以后往一块拼啊，所以这就是阿里家的 Nano Banana 啊。这2天我在玩这个谁呢？玩这个极梦4.0啊，也是豆包家的Nano Banana 啊，那个也是玩的很开心。大家现在看到我的各种的封面，基本上都是拿这玩意儿做出来的，对吧？你看我那个这一期视频的封面，它那个文字是用毛线绣上去的啊，这个是国内模型能干的活，就是写中文啊，而且用各种各样的创意字体写中文，用各种的这个素材去写中文啊，这个是中国人能干。Nano Banana 干不了这事儿啊，Midjourney 更干不了这事儿，对吧？包括这个谁 OpenAI 的这个图像模型啊，都是没有办法写中文的啊。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是极梦啊，一个是刚才我们讲的千问三 Image Edit 啊，都是可以去写中文的啊，效果好极了。再往后一个呢是千问三 TTS Flash 啊，就是专门做这个文字转语音的啊，还出了一个轻量级的模型啊，但是这种轻呢也没有办法在手机上跑啊，都是在电脑上跑的啊，以及呢出了叫千问三 VL 啊，VL 是什么？叫视觉推理模型，对吧？这个千问2.5就有 VL 啊，现在千问三也有给了 VL 啊，但是这个呢就跟前面咱们讲的这个欧米不一样了，它是做很重型的这种视觉推理。对吧？你像上面那就是个30B 的模型嘛，啊，那么它这种东西，做推理的话，肯定的能力还是要差一点的啊，所以还是要上这个千问三 VL 啊，这个也是这2天发布的。还有一个呢叫千问三 Next 啊，千问三 Next 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80B MOE 模型，每次激活3B 啊，它叫80B 杠 A3B，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它是干啥使的呢？就是比千问三更便宜啊，在同等推理的能力下，用更低的成本可以完成任务啊，这是千问三 Next 干的活。最后一个呢叫 WAN 2.5啊，叫通义万象2.5，这个呢是做视频生成的啊，原声音画同质，就是它直接做出来就可以配好口型，配好音乐啊，你比如说有音乐了，它可以跟前面这个都配好，包括一些音效啊，都直接给你配里头啊，这个还是很强的啊。然后呢，更高的画质，更长的时长，1080P 24帧10秒钟啊，这个为什么说这玩意儿强呢？因为我们看到的其他视觉模型，比如说谷歌的VU3啊，然后这个OpenAI 的 Sora，包括这个我现在充了值的极梦啊，这些视觉模型的话啊，这些视频模型的话都是闭源的啊。这个通义万象啊，这个 WAN 2.5它是个开源的啊，大家可以把它下载到本地，然后在自己的显卡上去干活啊。那你说我把它放在自己显卡上干活有什么好处呢？百无禁忌就是好处啊！中国人做的东西都是百无禁忌的，对吧？你想这个其他的这些视觉模型，这个都是很正确的啊，而且耻感都很高，对吧？你现在有一个这么强的，基本上可以达到谷歌VU3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视频生成模型，还是开源的啊，还可以下载到本地去部署去执行啊，想想都觉得实在是太美了啊！而且呢，这个模型呢是全模态创造，叫多模态创造全覆盖，文生视频、图生视频、文生图、图像编辑全都有啊。它也可以像 Nano Banana 那样去干活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多个图片升进去以后啊，要求你去给我拼在一起，都可以干啊。所以通义万象2.5现在在各种的就是自己去做图像生成、做视频生成的这些网站上。在快速的引起一个新的热潮，这是这一次发布的各种的新模型。然后你说语音计算嘛，超节点总要有嘛，这个谷歌也在做不是谷歌啊，就是华为也在做超节点，对吧？然后英伟达在做 NVL72、NVL144在做这种东西。这个阿里肯定也少不了啊，阿里的超节点叫
盘九啊，这个盘古的盘啊，永久的久，盘九128超节点，就是每次呢把128个算力卡放在一起去做这种超节点运算。然后呢，这个里头并没有去讲说我这个超节点到底用的是谁的啊，其实大概率用的是英伟达的芯片，对吧？然后呢，也可以用它自己的平头哥的芯片，或者用一些其他人的芯片，反正我给你凑一块了，对吧？128个节点搁一块，然后所有的超节点真正考验的其实不是那个芯片，考验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连接协议和交换机，就是你不能走以太坊，你必须要单独走一个光通道的一个这个网络啊，所以它呢做了一个叫 UA Link 啊，这个就类似于英伟达的这个 NV Link 这种东西啊，它叫 UA Link 啊，自己有自己的这个模块，自己有自己的协议，自己有自己的交换机啊，就可以把128个这种算力芯片啊串在一起去干活去。然后阿里肯定也需要去做它的算力芯片啊，前面其实已经发布过了，发布完了以后它也往上涨了一截了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不再去讲这个平头哥的事情了啊，就是它的芯片叫平头哥啊。然后阿里真正强的在哪儿？就是它全站啊，什么都有。矢量数据库，因为做云计算的嘛，它肯定有矢量数据库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 AI Agent 工作流 MCP 这块也是强的一塌糊涂啊。前面我们讲过 DeFi 这样的东西啊，DIFY 这样的东西，对吧？做工作流的，现在你们可以直接把 DeFi 的 DSL 文件，就是你看这 DeFi 上做好的工作流，导出一个 DSL 文件来，导完了以后直接到阿里云上去导入。然后它就可以照着这个DSL 的这个云给你DSL 的这个工作流节点就给你跑去了，它可以干这样的一个奇葩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啊，DeFi 也是拿了阿里的钱了，对吧？那它作为一个股东，对吧？它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来，所以这块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啊。然后MCP 这一块啊也是现在非常非常全面了。我今儿还专门上去看了一下，现在有哪些 MCP 可以在上头跑了？刚才我们讲的什么画画的呀？什么做视频啊，都可以包 MCP 啊，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什么支付宝，对吧？你现在可以在上面做支付宝的支付、支付宝的订阅，对吧？都可以直接挂 MCP 到你的自己的应用里头去，啊，这样的话，我们在做的新的产品就直接里头可以支付了，对吧？各种跟电商相关的、跟这个业务相关的，因为它场景丰富嘛，自己家的东西它可以开出来，啊，这一块啊全都已经包装成 MCP 了。可以在阿里云里头用，也可以在阿里云里头把这个 MCP 的接口暴露出来，在外边来用啊。比如说，它里头有一个 MCP 是什么呢？查快递，对吧？你只要去申请一个快递100的 token，往里一挂，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上这个什么阿里云的 MCP 服务器上去啊，把它的接口导出来，就可以导到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AI agent 也好，或者是工作流也好。你就可以帮着用户去查快递了，你的快递走到哪儿了，什么时候该拿了，然后你今天又买了什么东西了，这个能够查快递，对于销售的转化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你一旦知道说我这个快递是可以查到的，这个东西走到哪儿我都知道，大家就觉得哎，一个事情从不确定变成确定了，对吧？他就可以花钱去更多的下单买东西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一块是很多很多的，现在能想到的。在国内能用得上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包装成 MCP 了，都可以在阿里云里边直接集成去使用。然后编程这一块啊，千问三 Code 啊，这个是他自己专门做了一个模型，叫千问三 Code 480B 啊，一个开源的模型。这一次呢，阿里还发布了一个叫千问三 Coder Plus 的一个闭源模型。就这个模型实在太大了，你们也别费劲了啊，我服务器上你们跑吧。对吧？这个模型非常非常大，但我自己没有去测试啊，所以就不跟大家吹说东西好不好使了。然后千问 Cloud 千问 Code CLI 啊，就是这个这种本地的这种命令行工具啊，它也做了。然后呢，它还做了一个叫 Coder QODER 的一个 AI IDE，反正全套的，别人有的我都有啊，每样都不缺啊。这个就是阿里真正做的全站，从头到脚全做了。而且呢，英伟达的把戏在中国只有阿里能玩啊？什么意思？阿里做芯片嘛，要准备卖芯片，不是这样啊。中国人谁也做不出英伟达这样一统天下的芯片来，所以呢，他干嘛？他去做云去啊？说我这儿有云啊，然后呢，我拿云去投资别人啊，投资完了以后，我再把这个钱再挣回来啊，就是一个钱从左口袋揣右口袋，然后再揣回左口袋，GDP 算3倍啊，这干这种事儿，这就是英伟达的把戏嘛。这个现在阿里云也可以干。
做云计算跟云计算因为 AI 获得很多收益其实是两回事啊。就阿里云的这几年的收益都是特别是 AI 相关的收益都是3位数增长啊，绝不是百分之几十，就是上百的这种就翻着跟头往上涨。所以在这一块上呢，还是有挺大差别的啊。就像你比如像微软云上跑的是谁的？跑的是 OpenAI 啊，亚马逊云上跑的是 Anthropic，Oracle 云啊，现在是 Cohere， 以后应该会跑 OpenAI 啊。谷歌云上是 Gemini 和 Anthropic， 那么阿里云上跑的是谁？对吧？第一个阿里全站的大模型都可以在上头跑，没毛病啊。Kimi， 也就是 Moonshot 这个模型在上头跑啊，没毛病啊。MiniMax 啊，他投资了啊，在上头跑没毛病。百川啊、智谱、01都可以在上头跑啊，都没毛病。DeepSeek 因为本来是开源的，虽然阿里没有投资 DeepSeek， 但是肯定阿里云上也是有 DeepSeek 的模型的。全国大概有多半的模型啊，都是在阿里云上跑的。啊，这个就是阿里每一次出来吹牛就吹这个。当然，另外一家比较大的是谁？另外一家比较大的是火山云啊。火山云是字节跳动的，它讲的是什么？就是公有云啊，对外销售的 token 有一半是由火山云消耗掉的。那你说不对啊，怎么阿里云上那么多模型，火山云消耗的 token 这么多呢？啊，这个里头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火山云上大量的人是直接在上面挂模型去干活的。而阿里云的话，很多是由单位啊直接上去，连服务器带所有东西一起买下来的，对吧？它是没有办法单算你卖了多少 token 的，所以呢，算 token 啊，字节跳动的火山云占一半啊，你如果算大模型啊，阿里云占一多半，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刚才咱们讲的啊，什么 Kimi、MiniMax、百川、智谱、01啊，包括前面的 DeFi 啊，全都是阿里投资的项目。对吧？黄仁勋的玩法又来了啊！怎么讲呢？阿里出钱投资，拿了阿里的钱呢，你就来阿里买算力，运营的不好怎么办？阿里就把核心团队收了啊！这点他比黄仁勋还狠。黄仁勋投了一堆项目以后，运营不好，他也没办法，对吧？他也不能说你们上英伟达来上班吧？对，阿里是这么干的啊，因为01前一段时间就玩的不转嘛，咱们也全都录过节目讲这个事儿。那01的核心团队就直接上阿里上班去了，对吧？这就是投资协议上写的一个条款啊。你如果玩不转，你就把你的核心团队交出来，因为咱们都知道，做大模型需要什么东西？算力、数据和人，或者叫人才吧。那么阿里说了，我投资了，你买了我的算力、数据，你自己找去，我不管了，对吧？然后人才我看准了啊，玩不好，你把人才交出来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怎么着都不亏。如果这个项目运营的特别好啊，估值上升，那阿里肯定也是赚了，对吧？我今天投了钱，过两天估值上升了啊，那我的整个的账面叫浮盈啊，是这样的。万一以后做得好，还可以上市割韭菜呢，对吧？所以这是阿里真正的如意算盘。你像是不是很像英伟达投资 CoreWeave， 投资完了以后啊，最后把CoreWeave 整上市了，整上市了以后还涨了好几倍，对吧？这都是英伟达可以挣回来的钱啊。对吧？这个就是所以说老黄的玩法，阿里可以接着玩啊，其他人玩不了。那么阿里是不是重新站起来了呢？对吧？这个咱们是需要去讨论一下的啊，因为阿里前头最惨的时候，市值被拼多多超越，对吧？然后马云必须要出来露面了啊，他这要出来啊去说几句话，然后才能稳住军心。而且阿里这几年呢，特别是现在叫吴妈嘛，上来了以后啊，真的是改变了很多策略。原来呢叫1+6+N 啊，就是彻底要分散啊，自己玩自己的。现在说不分了啊，咱们把这个不需要的直接干掉，然后呢，剩下的人咱们集中力量干大事啊，这个是中国人比较擅长的事情，对吧？集中力量干大事啊，搞集中了。零售方面现在在跟美团、京东拼外卖。而且在拼即时零售 ，AI 方面在和字节 DeepSeek 战斗，但是呢，在这点上，阿里的优势是非常非常强的。开源，字节跳动是不开源的啊，字节跳动有一些开源模型，但是呢，大的模型都是闭源的，所以在这一点上，阿里要比字节强很多，对吧？它会形成事实标准啊，字节就没有办法。字节虽然豆包 1.6 模型真的是很强很强啊。在现在我比较下来，千问3 Max 是没有字节的豆包 1.6 好使了，对吧？但是即使如此，
你没有开源这面大旗啊，所以在这点上，字节打不过阿里。而且因为竞争，对吧？字节的火山云上，他敢去部署这个 DeepSeek，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在上面部署这个千问模型，啊，这个也是，这个字节整个的怎么说呢？眼界稍微差一点的地方啊，或者说目光不够开阔的地方。然后阿里呢有云啊，有业务场景，有用户，在这点上呢，DeepSeek 就没得比了啊。DeepSeek 除了开源啥也没有，是吧？虽然它的模型做得很好，特别是最新的 DeepSeek V3.1最终版啊，那个版本做的是非常非常好，对吧？但是它没有自己的云计算，没有自己的业务场景，什么电商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也没有自己用户啊。这个 DeepSeek 在这块是差的比较远的，而且 DeepSeek 其实还有一点啊不行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这个全链路的啊，不是全站的啊，什么视频、音乐什么这些东西它都没有，对吧？然后其他的什么 AI agent 这些东西也都没有啊。现在 DeepSeek 据说要做，等着看吧。啊，再有一点是这个 DeepSeek 跟字节都比不了阿里的在哪儿？就是阿里真的是真金白银出来投资了大量的中国 AI 创业企业，在这点上呢，这个 DeepSeek 还等着别人给钱呢，对吧？字节呢，前面把整个战略投资部都裁了以后，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作啊。这方面，这个美团、拼多多、京东就更不行了啊。所以阿里在国内的竞争优势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啊，就没什么人跟他竞争啊。那么他在所有的方面都是最强的。总结一下吧，阿里呢肯定是未来可期啊，就是这个只要是他们啊抱着现在这样的这个状态啊，接着往前走啊，收紧拳头啊，大家自己配合往前走。其实阿里还有很多很神奇的东西在做啊，只是现在并没有开放出全量给大家来用来。到底那些东西能不能用啊？等他们稍微开放一点点，咱们再去一个一个的来去解读啊。而且阿里在这块有可能真的会走出一条不同的路来。什么意思？就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些传统的有场景、有用户的公司，比如谷歌、这个微软、亚马逊啊，这些公司呢，啊，包括字节跳动啊，都没有开发出新场景了，都是在原来的场景上进行 AI 的改造。而在这点上呢，阿里跟美团啊，美团也在做 AI agent，阿里呢更是有大量的 AI agent 准备去上线，他们是准备去创造新的商业模式的，准备去创造新的应用场景的，这个才是真正值得期待的。一旦他们在新的应用模式和这个场景上有了创新啊，而且站住脚跟了以后，应该又可以席卷全球一次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呢，在国内啊，一切皆有可能，一切也皆有不可能，对吧？所以呢，我们继续吃瓜，继续往前看。我自己呢，现在有一部分的应用是跑在阿里云上啊，跑在阿里的这种大模型上，但是呢，越来越少啊。我的现在大部分的 AI agent 的应用其实是在OpenAI、Gemini 和这个豆包上啊，就是火山云上跑的是最多的。然后呢，阿里云上，我准备未来一段时间更多的使用阿里云吧。这个也希望能够发现他们一些有趣的点啊，特别是它的通义万象2.5啊，我准备去跑一跑试试看看到底能给我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但是跑这种东西呢，可能需要更新电脑啊，这个我现在的电脑跑通义万象2.5是跑不起来的。对吧？或者看看谁家是托管的通义万象2.5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自由的啊，我准备去好好的玩耍一下，这个还是值得去搞一搞的。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啊。但是最后注意啊，咱们不做任何具体的投资意见和建议啊。你说我上车了啊，亏了啊，那是你的事儿啊。你说我这个没上车啊，亏了也是你的事儿啊。这个其他你赚了也都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不要怪老范。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讲到这里啊，也就一个故事了。咱们看看大家在提什么问题。哎呀，终于有200多人了，不容易。对，你赶上直播了，来了点赞。对，你们都点赞了没？对，我要去点个赞，点赞点赞。现在是可以点赞的。
然后点个红心，放个气球，哎，好了，开心一下。这个跑完步回来，哎呀，你这个真是很自律啊！这个前两天好像刚有一个慢跑圈的达人啊，清华的还是哪儿的，61岁挂了啊！这个少运动一点，来也欢迎啊，很棒，感谢啊，赶上直播了。对你看看，这又起来了吧，又起床了吧？这个但是一会儿就不能听了啊，要去上班了哈，没毛病。买外挂的硬盘盒，想买什么品牌的？我最近也想买一个，我还没决定好啊，但是我肯定要买这个雷电4或者是雷电5接口的啊，就是要40G bps 的啊，要买这样的。所以呢，我现在在看绿联的啊，绿联的反正就属于是这个皮是便宜啊，200多块钱啊，它的这个有主动散热铝盒的啊，这个你真的去买其他的这种这个透明的这个有机玻璃的或者塑料的，总是觉得不太放心啊，所以我可能大概率会去买个绿联的。但是最近之所以没下手，是因为绿联好像型号很乱啊，我现在没搞明白它到底哪个是哪个，回头我研究一下。AI Agent 发布以后啊，以后的 AI 竞争就变成了操作系统之争了。这个其实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啊，因为，嗯，现在的 AI Agent 有非常非常多的路径啊，而且相互之间其实都是比较独立的，并没有那么好的配合。在这块呢，我相信可能还会再发展一段时间吧。ChatGPT、xAI、Gemini，你不想着这个 Anthropic 吗？Anthropic 也挺好使的。虽然我 Anthropic 用的比较少啊，但是，这个 ChatGPT 和 Gemini 用的是比较多的。xAI 的话，等这个 Grok 5吧，我觉得现在 Grok 4还是差的比较远。xAI 现在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人少，就是干这种活呢，你还是要集团作战啊，你靠少量精英你搞不定的，一定要非常非常多的人冲上去才有可能搞定，所以他很多事儿干得很糙。Cloud 不是负责编程的嘛？啊，Cloud 编程还可以，但我现在编程已经都换成 Codex 了，叫这个 GPT-5-Codex 啊，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它来干活。Cursor、Codex、Cloud Code 哪个编程好买哪个。这个我现在感觉 Codex 还是比较便宜的啊。我现在$20一个月，反正 OpenAI 也用着，然后这个就 ChatGPT 也用上，然后这个 Codex 也用上，基本上够我使。因为我并不是那么高频率的或者那么高强度的去编程啊，所以我觉得 Codex 对于我来说足够用了。至于 Cloud Code 呢，其实有一点啊，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使用 Cloud 自己家的这个大模型啊，所以这块就没有办法去评述啊。因为很多人说，你用 Cloud Code，然后在国内用 Kimi 啊，或者用这个千问 Code 呀这些模型，其实是体现不出优势来的啊。所以呢，我就不去评价 Cloud Code 到底跟 Codex 之间谁强谁弱了。之所以我不能使用Cloud Code 大模型的原因也很简单，怕封号。对吧？让我使用 API，通过 API 去使用它呢，又使不起，太贵，对吧？让我去买账号呢，我又怕封，啊，这个财迷就没法整了。中国 AI 之光不是字节跳动吗？字节跳动也很强。字节跳动呢，其实是在往 OpenAI 这条路上走。字节跳动呢，它有几块啊，一块呢是像美塔啊，因为它有抖音、有 TikTok、有这个这个今日头条啊，所以它有一半呢是向美塔的方向在走啊，然后但是它没有社交的东西。另外一块呢，就是它向 OpenAI 的方向走，就是大量的模型都是闭源的啊，然后呢，这个少量的开源几个啊，就跟这个 GPT-OSS 这样的模型，它也有开源的，就是小模型啊，类似于 GPT-OSS 或者谷歌的 Gemma 啊，还有包括像微软的叫 PHI 啊，叫 Phi 4这样的模型啊，这个都属于小开源模型啊，功能没有那么强，但是呢，在电脑上可以跑。
啊，这个呢是字节干的活啊。字节呢其实也是全站啊，从头到尾，什么扣子呀，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叫 Coz Space 啊，就是扣子空间呀，还有像豆包啊，这个极梦啊，包括我天天用的剪映啊，都是他们的产品啊，非常非常强。它跟这个谁比起来，跟阿里比起来，唯一的区别就是不开源。但是从模型角度上说，字节的模型要比阿里的好使。中国互联网巨头平台阿里、腾讯、字节等都开始大规模进军啊 AI 了嘛？大语言模型真的是未来嘛？腾讯没动啊，腾讯呢一直在后边摇旗呐喊啊，这个虽然自己做了点东西，但基本上是没什么声音的。百度属于最倒霉的啊，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头一个发布的就是它，最后啥也没出来，啥也没剩下。这个而且什么都做，百度也想走这条路，但是百度走不通。然后其他的，小米呢自己开源了几个模型啊，但是效果一般。京东号称是要做 AI agent 做 MCP，然后，其他的呢现在都在做 MCP 啊，这个就是希望你比如说这个叫携程啊，你想通过携程去订酒店、订这个机票啊，都是有 MCP，直接在阿里云上就可以调用，这还是挺方便的，对吧？你现在给人做这个旅行规划的，你这个一确认，一路上的机票酒店都给你订完了，这个才是可以做的。来了点赞啊，欢迎。AI 大模型中国第一啊，这个第一呢，这个有点夸张了啊。现在最好用的模型还是 GPT-5以及 Gemini 2.5啊，这个其他的 Grok 4还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啊，这个别的就等着看吧。啊，Anthropic 也还是不错的，Cloud 模型还是不错，除了贵没什么别的毛病。国内的话，豆包还是不错，DeepSeek 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特别是 DeepSeek 最近更新的这些东西。阿里大模型不是中国第一，阿里大模型是开源第一，全世界开源它最强。对吧？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强。买了阿里股票，已经涨了50%了啊！你看，这就属于这个赚到了啊！这是你自己赚的啊，没什么好说的。千问 Coder 推理能力目前开源前2，开源第一是 Kimi 嘛？因为现在都说 Kimi 这个效果很好啊，特别是 Kimi 0905啊，叫 Kimi K2那个0905这个版本啊，就是9月5号这个版本相当强。接下来是点赞环节，对啊，你们都赶快点赞啊！棒极了啊！这是哪个棒极了？打着农药啊，王者荣耀是吧？听老范，你小心点，别打输了呀！生命在于躺平，绝对的。51岁，我同学啊，好吧，啊，50是那个慢跑那个啊，就是慢跑那个是吧？51岁啊，还不是61岁，让我给记错了。点个赞，明天再看。明天未必有啊，因为这个剪片子的人休假了，所以要稍微等一等再拿出来了。千问 Chat 非常好用，哎，这个是通义就阿里比较二的地方，就是它的客户端做的特别特别二啊。现在阿里的客户端呢有仨，一个呢是夸克，一个是通义，还一个是千问，各做各的。千问呢是原汁原味啊，确实是还算好用，但是呢功能相对来说简陋了一点。通义呢是功能比较完整的啊，但是真的是太笨重了啊，非常非常不好使。啊，我现在用的最多的客户端的模型，客户端的工具，一个是 ChatGPT，另外一个就是豆包啊，就这两个真的是用的最多。然后千问基本上包括通义啊和这个千问基本上排不上号啊。然后夸克我其实用的挺多，但是夸克我用它主要是下载电影用的，这个夸克上面的 AI 我基本上是不用的。范老师用得惯 macOS 26的启动 Hot，启动台嘛？现在程序 APP 太难用了，还可以吧？这个抠像是怎么操作的？这个没法给你解释啊。这个抠像是这样的，就是在 macOS 26上，你一旦开摄像头呢，在最上面的这个就是状态栏里，就是有一大堆的这个图标的这个栏里，写日子的这个栏里，然后会有一个绿色的摄像头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有一个绿色摄像头的这个标记啊，你点开了以后呢，啊，它就有这个抠像啊相关的这种设置，对吧？叫人像模式啊。
这个抠的还是相当好的。老范这是给自己不运动找借口。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开心是最重要的。但是运动这个事儿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它会分泌大量的叫多巴胺还是内啡肽啊，就是让你觉得非常上瘾，让你觉得非常非常过瘾。所以呢，它会成瘾性很强啊，然后会突破你身体的一些认知，告诉你这样会更好。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直接搞个 NAS 拉倒啊，搞什么硬盘盒啊？NAS 慢啊，我是有 NAS 的，对吧？我的 NAS 这个非常非常慢，你包括像机械硬盘盒都不能干这事儿，因为特别慢，就是你一旦要拿它剪片子，一定要整一个这种就是最高速的硬盘盒啊，这个是没办法的。年纪大了不跑步了啊，改游泳和杠铃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散步吧，多走一走是挺好的。硬盘价格啊将近翻倍了啊，最近的硬盘确实是在涨价。终于赶上直播了啊！这个确实你这个名字不常见。阿里云和 AI 对国企和银行之类的大企业有什么样的有前程应用的场景啊？这个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都没什么意义啊。这个最后的这些国企也好，银行也好，还是会被这个 AI 整个的淘汰掉的啊。不叫淘汰吧，还是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吧。东莞有一家小企业在做 EU.2的硬盘盒，一次最多装4块，其实没必要4块，就是有1块就够了，对吧？因为你1块就可以4T、8T 的，8T 还买不起4T，可能1000多块钱，对吧？那么加上一个硬盘盒，可能一共是1500-600块钱，就可以把这个4T 的需求解决掉，其实就够了。你整那么多干嘛呀？用着感觉不如原来的启动台啊，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啊，但之前测试版连这个都没有，呃，直接把启动台干掉了，这个我还没用过原来的测试版。晚上好啊，晚上好，晚上好。千问和英伟达合作，阿里股票今天还是要涨，这个这个我们就不去做这个预测了啊。阿里是不是 AI 之光不太清楚，他现在服气了，开始配合这点确定。哎呀，我觉得呢，你们总是把这个一个企业也好，一个政府也好，想象成一个人啊，这个是不对的。大家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心思，每一个层级有每一个层级的心思。今天是 Kimi K2的 OK Computer，还蛮不错的啊。这个因为我是 GPT Agent 在用啊，然后这个什么呢，豆包也在用这个什么 Space 啊，叫 Cos Space 啊，叫 Cos 空间也在用。这个真的，我觉得这种直接的 AI Agent 并没有那么好用，对于我来说啊，回头可以试试 OK Computer 吧。这个我对于这种通用的 AI Agent 真的是不太感冒。豆包的模型不好用，我觉得挺好用的。豆包1.6不但好用，还便宜啊！1.6你要用最新的7月份那个版本，就是你用豆包的模型，你一定要看版本啊。豆包1.6 Thinking，7月几号？7月20几号的有一个版本啊，效果非常好。Cloud Code 买代理服务啊，就是现在 CC 降质的厉害啊，这个感觉还不如 GRM。GRM 我是从来没试过。我的那个叫什么 Cloud Code 都是挂 Kimi K2使的，最鸡贼的还是马斯克啊，但他家的 AI 感觉还是有点对中文知识不太好。对，马斯克现在还是人太少，就是真的是别人做什么他就快速抄啊，这块儿确实是很强，因为他有卡，他卡很多。百度赶晚集不是第一回了，他每次都是这样。对，你说对了。除了搜索它赶上之外，其他所有的什么外卖、是移动，这个包括什么电商，IM，然后这个智能硬件，它全都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啊！这个没有一个不是这么干的，AI 也是这样啊，包括后边智能车，我估计也是如此。
百度实在是扶不起来啊，但是文心好像跟很多央企合作，也不耽误挣钱，哎，这就别费劲了。现在啊，那个华为直接拎着 DeepSeek 上，你这怎么打？打不过的。今天我朋友从北京飞悉尼来玩啊，这个本来想值机的时候买一人多座，结果这班全满，好多都是趁着11假期出来玩，完全看不到经济下行的样子，挺好的呀。这不是，其实中国还是有一些有钱人的啊。你比如说像日本啊，这个前2天公布的经营管理签从500万日元涨到5000万日元，对吧？然后这2天又出了一个幺蛾子是什么呢？就好多中国人跑到日本玩经营管理签是玩什么？就是玩民宿。然后现在呢，日本说，哎，这个我们要对民宿进行限制了啊，比如说以后民宿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可以营业啊，从礼拜五午饭以后到礼拜天的这个午饭以后啊，中间这一段时间可以营业，其他时间不允许营业了。现在东京好几个区在玩这个，这不是给大家直接弄死了吗？对吧？原因也很简单，就这帮做民宿的人扔垃圾，然后吵闹，因为日本人是比较怕打扰的，最后就搞到这个去收拾他们。所以呢，好多人中国人其实跑了，跑了以后呢，在国内就属于是受欺负的，到国外的就属于比较讨厌的那种人。百度虽然模型不好使，但是上层路线走得很溜。上层路线也没有那么溜了。重仓了阿里股票啊，我也赚了50个点啊，这个好吧，你也赚到了。我现在等阿里回调加仓啊，这都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啊，跟我没关系。你存在夸克上的文件都会喂给 AI 当训练资料，那干呗。你像我现在在 YouTube 上录这么多视频，你以为谷歌不用吗？谷歌也用啊，对吧？所以别想着说，哎呀，你这东西被人看了，看呗，咱也不怕人看，对吧？分泌内啡肽确实爽啊，这个绝对是跑步啊，什么马拉松什么，好多人累死了，就是内啡肽分泌的多。你用的是 Photo 应用吗？不是啊，我这个就是我现在用的 Firefox 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Chrome 在这个上不好使，等回头再慢慢调吧，等他们升级吧，要么是这个叫谁，呃，摄像机升级，要么是这个 Chrome 升级啊，或者是 macOS 升级，反正他们3个得升级一次，要不然我这 Chrome 使不了。阿里云在企业方面的应用场景有哪些？非常非常多啊。但阿里云呢，主要是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啊，大企业呢也有用阿里云的，但是大企业好多是华为云啊，还有像 uCloud 呀、百度云啊，这上头也是有一些的啊。还有像这个什么腾讯云，腾讯云做云计算最主要就是抓这个大企业用户和政府用户，对吧？然后再加上什么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3朵云，对吧？所以阿里呢是企业用户多一点。阿里云其实有几年的日子过得很惨很惨，甚至就是负增长，因为呢这个民营企业特别小企业被锤没了啊，那他就玩不下去。现这2年因为玩 AI 嘛，大家不用再去租整个的主机了，我直接玩这个模型级服务了这个就又支棱起来了。为什么不直接用三星 T9固态移动硬盘？它慢啊，就是它的接口慢啊。现在就是这种硬盘盒，你还是要去买英特尔芯片的这种40Gbps 的这种硬盘盒。买白银啊，年初在 Costco $35010盎司啊，这个现在是450刀，呃，这种呢没法整啊。这个白银呢，你还可以存，对吧？黄金你也可以存，其实你黄金你存了到现在应该也是挣钱的。你买比特币，其实从年初买的话，特别是董王上台了以后，其实是下跌过一次啊。你那时候买，现在应该也是赚的，虽然这几天在回调，但也是赚的，对吧？今天我还听一个什么东西要涨价，油，但那玩意儿在家里没法放啊，铀235啊，那个东西在家里是没法存的，对身体有伤害，对吧？全世界40%多的铀235的开采量和储备量是在哈萨克斯坦，20%的铀浓缩的工艺是在俄罗斯，然后现在各个国家拼命造这个核电站，都是在烧库存啊，然后所有的库存3年内烧完，那大家想吧，这玩意儿咋办？对吧？没法整。
啥是 MCP 啊？MCP 呢叫做呃，就是 AI 大模型之间啊，它调用这个工具用的这个接口啊，叫应该叫模型上下文协议啊，就是这三个词 Model Context Protocol，大概是这三个词。它呢是 Anthropic 发明的啊，然后是一个开放的接口。现在甭管是 OpenAI 啊，还是Gemini 啊，包括各种的应用呢，都在以这个 MCP 这个协议，让各种的这个工具可以接在一起。Cloud Code 我一直在用主力开发啊，没感觉降智。Codex 简直没法用。哎，我这儿 Codex 真的挺好使的，好使的一塌糊涂。其实坚持运动并不会有什么风险，但长时间不运动，突然上强度确实可能出现问题。你运动形成习惯的话，自己有上多少量心里有数。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最后出事儿的都是心里有数的人，就跟游泳的都是淹死的是一样的。从26退15了啊，确实有点卡啊。macOS 26确实是有点卡，就我上去以后应用启动变慢了。去看看这个嘉翼的 U2硬盘盒，他们家的东西比绿联的靠谱。我觉得啊，这个绿联呢，就是这个品牌其实还可以啊，就是还算比较大，虽然不算什么好牌子，对吧？但是呢，这种大品牌啊，它还是要点脸的，它的卖的量也比较大。摄像头用的是，还是 FaceTime 啊？摄像头用的是大疆 Pocket 3，1英寸大底啊，用的是这东西。B 站数码区何同学来 YouTube 用英文讲数码，降维打击一堆外国数码区，这就对了呀。因为国内每一次的这个什么清朗行动，就会有一帮人出来，但是他们其实大部分人出来还是讲简体中文的。这个，所以我就准备这几天的这个流量下滑了啊。现在是，小红书、抖音好像也被约谈了啊，然后是快手、这个微博都被约谈了啊。约谈的就是你的明星八卦太多啊，而且明星八卦都排名太靠前啊，不允许，一定要宣传主旋律。然后这个张雪峰是被限制关注了啊，然后这两天是还有谁被限制关注了？蓝占飞啊也被限制关注了，对吧？都是停止关注，就这些都属于是不可控制的大 V 啊，这些人现在慢慢就要往外走。现在来看，Robin 不是阿斗，而是这个刘辩，这是谁啊？U235的是真不怕死啊，但是这个东西你可以买期货嘛。评价一下支付宝的碰一下呗，碰一下是那个大家在桌上放那东西，然后拿手机碰一下的付款吗？我用的很开心啊，这个怎么了？没什么可评价的。啥配置有26卡还没升级？M1 Max 吗？没有，我 M2 Max 啊。但确实是有点卡，因为我的机器也比较重吧，就是虽然是 M2 Max 32G 内存，但是我这上头有 Olama，还有这个 Docker 啊，我本机还跑了一大堆的 Docker，所以确实是要稍微费劲一点。但是呢，它算力并没有受到损耗。你比如说，你用这个剪映去出片子的时候，并没有变慢，对吧？所以我估计应该还是操作系统内部有一些问题。绿联不算什么大牌，它底下的产品线都是收购华强北小厂做的，它的产品只能说又不是不能用，哎，就要的就是这个，对吧？我告诉你，这种厂，它的叫厂牌吧，或者叫什么牌，它就是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方法，其他啥也没有。但是呢，还是好使的啊。
这个 Discord 肯定能加呀，现在每天还都有人加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直播呢，老范的直播一般是周三晚上8点，是读评论啊，把一周的评论有趣的都读一下。然后周五晚上8点呢会讲个故事，周日呢不定期啊，然后其他的时候不定期。周日一般我装药盒的时候会跟大家聊个天什么的。流便汉废帝，好吧，这就不知道了。OS 输入法熄屏都等14秒啊，输入密码熄屏都等14秒，它反正这个确实是感觉整个慢了。这些主播只要名字还能弹，就不算死透啊，这个不好说，看吧。我现在感觉就是前2天老罗跑到香港去，可能也是跟这事儿有关。如果给他封了，他就啥也不是了。舆情管控，欧美早就玩了啊，隐晦而已啊，这个还是不太一样。范老师建议能否组个 AI 开发兴趣频道？感觉你这部分粉丝也挺多的，让大家也可以交流交流。但是这块怎么组呢？对吧？这个比如说 AI agent 开发，然后可以啊，这个我可以在 Discord 里开一个新的栏目呗。因为我自己玩这个 N8N，玩这个 DeFi 也玩得很开心，但是最近主要是玩 N8N 了啊，N8N 还是挺爽的。我其实现在更看好中国现在搞的新能源。最近几个月，中国的用电量新高，但烧煤却在下降，这个很有意思。是的，中国现在新能源发电还是非常非常强啊。这个核电、风电、太阳能啊这块确实非常强。小米从来都是又不是不能用啊，现在做的还是很大的。对，小米昨天的发布会大家看了没？就是这个上来先讲了1个小时情怀，然后又发布了1个小时产品，然后发布完了以后，小米股价暴跌，太爽了。讲情怀讲的都啥玩意儿啊？讲的哎，我这个芯片怎么回事？其实都是扯淡的。它那个芯片就是捡的人家的漏，然后呢，直接是用的 ARM 的这种套餐做出来了。做完了以后，除了他自己那2个产品，就是现在上了一款手机，上了一个平板之外，后边发布的什么小米17、小米 Pad 什么这些玩意儿，全都使了高通的芯片。这玩意儿真的是，这个反正雷军站上头也不觉得丢人啊，人家就开始在那讲。我觉得小米这一次发的东西真的是没什么可看的啊。所以我的以前都是小米开这种大发布会，我还要上来解读一遍，现在连讲都懒得讲，这个一点响动没有，除了股价跌了以后，其他就没有任何响动。老罗还是在体制内有熟人的啊，这肯定的呀，他拿了四川国资的钱啊。小米发布的芯片，小米自己的手机有没有用啊？可以评价一下。这不是在讲了吗？小米的手机前面做了一个叫15 Pro S 还是叫什么玩意儿，用过吗？然后以后边就再没用过了嘛。所以我估计它也就这个差不多这一下了啊，因为再往后也没什么意思了，对吧？它的数字旗舰机又不用，那你说啥时候用？还在上面讲开发布会在那讲说，哎呀，你看我们已经想明白了啊，做这个自研芯片一定要在旗舰机上用，结果他自己旗舰机他没用啊。运动这事儿，我觉得可以找一个大一点的公园，早上爬爬小山包啊，散散步也能流点汗，是这样的。发布会为啥被很多喷啊？这个其实呢，雷军现在在接受反噬啊，就是他前面把论调抬得太高了啊，成为了这个完人。中间呢想转型，就是3月29号车祸以后，他想转型，转成一个传统 CEO，就我平时不出来，除了开发布会之外，其他时候就不出来了，对吧？想变成这样，那这个可不是被人喷嘛？因为前面拉了太多流量，流量这个东西总是双刃剑。你自己不好好维护，这只能剩一帮人喷你。可以啊，这个适当做点有氧对身体有好处，不去剧烈运动就好了。
对，我是肯定没法剧烈运动的。啊，你好，你好。这个我觉得产品开始讲情怀的时候，就是没活儿了啊。这个，所以我也是觉得小米这一次的发的东西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失望，没有任何能够刺激起我购买欲望的东西来。小米呢有一款音箱做的很漂亮啊，但是呢，它那个音箱是环中国区销售的，就是只在中国大陆不销售，其他地方都卖。那个是做的很漂亮，我是想买，但是没有这一次。发了个大铝疙瘩啊，这个让我实在是没有任何想法。发布会还是罗老师的好看。对了，罗永浩的发布会绝对是强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雷老板现在是装逼被雷劈，是这样，就是装逼这个事儿呢，你必须一直装下去啊，这个往回退是肯定被骂的。华为的3进制芯片有前途吗？不知道啊，等它做出来再说吧。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啊。我 M4 Mac 啊，这个 mini 啊，这个 Mac mini 还是挺好的啊。M4都卡，看来这个 macOS 26还是要再升级，再稍微的调优一下。现在不是说 iOS 有26.1了吗？这个等着看吧。小米手机一代一个外观，很无感，是这样的。小米车呢是有风格设计了啊，但是手机真的是不行。手机、平板什么的，但是你说一个大直板的手机有什么可设计的地方？太少了，对吧？然后在后边加了个背屏，那绝对是画蛇添足，一点意义都没有，除了费电，怕摔之外，你说能有啥用？一点用没有。老罗的发布会对于吃瓜群众来说确实是下饭好节目，但对于利益相关者就不好说了。老罗其实现在也没什么可发布会的了，现在就是卖东西了嘛。而且我觉得对于老罗来说，后面肯定还会有很多别的问题需要解决啊，因为最近整个各个平台都在打什么呢？就是直播带货啊，你有些东西允许直播带货，有些东西只允许自播啊，所有带货不是自己的东西自己在那卖，都要被打，所以老罗后边还挺麻烦的。在中国呢，做纯内容是不挣钱的，挣不回来，对吧？你要做带货呢，又有很多问题呀。开问到东京了啊，你的东京的这个东北妹子导游呢，我们还惦记着呢，咋样啊？在东京好好玩耍。这个刚和地陪妹子光玩浅草寺，光是什么意思呢？这一个字啊，联想啊，遐想啊。平台不保护创作者版权啊，内容就肯定做不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是内容做不起来，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广告不值钱啊，这个也是比较讨厌的。东北妹子性格比较强势，虽然嘴上很硬，但实际还是很诚实的。我操，你这个怎么，这是能在这儿说的话吗？对吧？这合适吗？咱们今天讲的这么严肃认真的东西。小米那个蓝牙音箱啊，这个我就没什么想法了。日本妹子的话千万别信啊，那是东北妹子，不是日本妹子。Love Hotel 刚出来啊，好吧，这个我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我没看懂。3信制芯片就是个笑话看就行了啊，这个其实不能这么讲啊，不能这么讲。这块儿呢，我一直相信什么，就是人类前进的方向不是唯一的。之所以我们现在走到这样的一个路径上，是有各种偶然因素造成的，对吧？这个有可能我们退回去选另外一条路也能走得通啊，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原来被我们放弃的这些路就是错的。广告不值钱，也是因为用户的付费意愿问题。
挖到底还是版权问题。这个还不太一样，还不太一样。因为呢，中国最后这个变现太急功近利了，所以单纯的展示确实是不太容易挣出钱来啊。好吧，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大家周末愉快。我也准备开始放假了，然后礼拜天咱们有可能还会直播再见。